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的频道，我会用比较容易懂的汉语跟大家一起聊一些关于中国的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想聊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话题，就是和吃有关的文化冲击。我来了欧洲之后才发现，吃这件事情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像对中国人一样重要的。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当中，我发现中国人会非常注意每天要按时吃饭，并且不会跳过某一餐。而到了德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之后，我发现在工作的时候，中午随便吃一个三明治、一个面包或者不吃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在德国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常常发现我的同事们会做一个 business lunch，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中午就吃的很少，或者边开会边吃东西，边工作边吃东西。我觉得中国人哪怕很忙，但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好像并不太会这样去简单的或者是很快的对待，而是还是会点一个看起来很丰富的外卖，或者是在公司的食堂和大家一起吃。而且在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多的欧洲朋友会因为要去景点就跳过某些，比如说午餐之类的，因为他们觉得一天的时间这么短，要去到景点的话，吃饭反而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或者说正经吃饭这件事情很浪费时间。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一顿饭都是要正经吃的呀。比如说早餐也得是热的，也得有比较丰富的什么豆浆、油条、包子、粥等等。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者国外旅行的时候，当地的美食一定是景点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会提前查好很多不同的餐馆，然后把餐馆作为是去当地旅行的一个亮点，计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所以每天旅行的3顿饭也是不会落下的。我甚至发现有的中国人会专门做美食旅行。比如说我自己是成都人，成都还有四川很多其他的城市会有比较有名的美食，然后有一些外地的中国人就跑到四川的一些城市来，每天吃7顿、8顿、9顿，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天吃了这么多东西，好像其他事情都不干，就是为了吃东西来旅行的。这件事情好像在欧洲我看到的很少。再回到刚才说的，中国人把吃饭看作是很重要、很正经的事情，一定是一顿正式的才叫饭。三明治、面包不叫饭，可能算是一种零食或者甜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一顿热饭才算是真正的饭，所以我们总是会吃热的。在中餐里面，凉菜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一般只是作为一个前菜，不会作为主菜，除非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可能会吃凉面这样的东西。但其他时候，中餐绝大部分情况都是热的，早上、中午、晚上都是热的。而在德国，我渐渐也变得有点像德国的习惯了，每天晚上可能吃的比较少，就一点面包、一点沙拉就解决了。在中国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是一顿饭。我爸妈就觉得我过得太可怜了，
都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这就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对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老一辈来说，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意思。所以认真的对待每一顿饭，其实就是爱自己，照顾自己。我觉得这种感觉，这种对美食、对吃这件事情如此在意，如此看重，我很少在其他的文化看到。第二个我想提到的是，来到德国读书还有工作，我发现在吃这件事情上其实很不方便。我发现德国很少有那种又便宜又能随时随便在路上吃的东西。我可能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冷冷的三明治，但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好吃，不是那么的健康，都是超市里面的那种加了很多添加剂并不新鲜的东西。在中国或者在日本的便利店、超市都能买到很多，比如说包子或者是盒饭等等，这种还算是比较新鲜健康一点的食物，而且也很便宜，能拿到路上吃。在德国我可能只能想到 döner， 但在中国在路上可以吃的东西选择很丰富，而且有很多街头小吃，比如说什么煎饼等等。所以在饮食方面，我觉得真的蛮不方便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德国的学生和在德国工作的人，我发现中午吃饭的选择很少。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早上、中午、晚上，甚至夜宵都会在学校里面吃。我当时的大学学校里的食堂在中国算是很普通的，但是大概也有整整一栋楼3层可以选择，总共可能有20多个窗口，也就是说每个窗口算是一个店，大概有20多个店卖不同的食物，每一个窗口可能里面又有10种、20种、30种可以选择的食物，所以说每天可以选择的食物起码有200-300种吧，而且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差不多1欧元就可以吃得很好。我们学校还真的是很普通的，我有朋友在清华大学读书，我就偶尔会去蹭他们的食堂。清华大学有19个食堂，起码是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每个食堂里面有几十上百种吃的，那19个食堂可能就有上千种可以选择的食物，而且是每天3顿、甚至4顿都可以在那里吃。在清华你还能吃到小火锅这种稍微比较奢侈一点的食物，所以我觉得作为学生在中国真的是在吃这件事情太幸福了。工作也是一样的，在中国的写字楼里面经常会有一个食堂，或者是像食堂一样的店，里面也有非常多可以选择的小菜，适合打工人的，比较快、比较健康，很多种不同丰富食材的均衡的菜可以吃。来了德国之后，我们公司或者附近完全没有食堂这种东西，只能在周围买德国比较有名的沙拉，或者是周围的一些快餐，随便一顿就是10欧到15欧，最简单的快餐。这个价格我觉得实在是太贵了，每天这样吃是支撑不了的，所以我经常自己在家里面早上早起做饭，然后带到公司里面去吃。这是我觉得在德国生活比较不方便的地方，真的很想念中国的食堂，不管是
公司还是学校，食堂都是一件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我在慕尼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中国的某一个大学有一个食堂交换，就是中国的食堂的厨师到了德国慕尼黑这边来做了一些中国菜，好多人排队。我当时还想，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好嫌弃食堂菜呀，觉得食堂菜难吃，结果到了德国想吃食堂都还要排长队，因为德国这边确实是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吃的。刚才提到说，在中国大学或者工作经常会晚上下了班或者学上完了还要去吃一顿夜宵，大概就是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累了一天，觉得饮食才是让我们快乐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会在很晚的时候去吃夜宵。食堂里面经常也会有夜宵，包括我中学的时候，晚上下了课，我就会跑到学校的食堂里面吃一点包子、馒头或者南瓜饼这样的东西，来安慰一下辛苦了一天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夜宵文化好像也是中国或者说东南亚也经常看到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这边挺难见到夜宵的，好像晚上过了8点钟、9点钟之后，很难看到外面还有开门的随便可以去吃饭的地方。当然西班牙这样的吃饭吃得很晚的地方除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加班文化吧，大家很努力的加班到了9点、10点，这个时候肯定会很饿，所以都会想在加班之后吃一点不太健康的烧烤啦，然后小龙虾呀之类的东西，让自己稍微开心起来。这个东西我其实觉得不太健康，但同时偶尔1次2次其实还挺快乐的。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欧洲人好像所有人都会烤蛋糕。中国烘焙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可能只有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人才会去烤蛋糕、烤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爱好或者小众兴趣。但是在欧洲，我经常看到随便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在自己过生日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节日会烤蛋糕，而且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烤蛋糕。这一点我觉得很文化冲击，因为在中国自己作为寿星过生日的话，不应该还要自己去工作劳动给自己做蛋糕吧，就应该是好好的享受休息。但是在德国确实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做一个蛋糕，带到公司，带到朋友的聚会上，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能是中国本来就不太有烘焙这个文化，没有什么烤箱，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和欧洲不太一样。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觉得到了不同的国家或者到了中国，觉得有什么饮食方面的文化冲击呢？很想念自己国家的美食或者饮食文化吗？你们还可以看这个视频。那我们在那里见，拜拜。